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您知道吗？在我们台湾有超过525万人正默默忍受着便秘的痛苦。525万，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！很多人觉得便秘嘛，不就是上厕所不顺而已，小事情啦。但今天佳琪要很严肃地告诉您，这绝对不是小事，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健康警讯。您可能很难相信，根据国外的医学研究，长期便秘的人得到心肌梗塞和心脏衰竭的风险，竟然是排便正常的人的整整2倍。甚至还有研究发现，长期依赖某些非处方泻药的人，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可能增加64%，而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更是飙升97%。听到这些数字，您是不是心头一惊？大家好，我是佳琪。在我多年的养生咨询中，我看过太多长辈因为这个说不出口的秘密而受苦，每次上厕所都像在打一场硬仗，用尽全身力气，脸长得通红，心跳加速。您想想看，就在那个瞬间，您的血压可能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往上飙。1次、2次可能没事，但常年月下来，您的心脏和血管就像一条被反复用力拉扯的橡皮筋，久而久之，弹性疲乏了，就可能引发致命的危机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，我们一定要听懂。这就引出了一个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。很多朋友跟我说，佳琪老师啊，我很注重养生耶，每天都吃好多蔬菜水果，为什么还是上不出来？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困惑？明明做了大家说对的事情，为什么结果却不如预期？关键就在于您可能吃了很多，但没有吃对。如果您吃错了，不但无法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让您的身体越吃越寒，肠道越变越懒惰，更不想工作了。要了解怎么吃才对，我们得先从中医的角度来认识一下便秘到底分哪几种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可以把便秘分成2大类型，您听听看自己比较像哪一种。第一种叫做食秘，这种便秘的特点是，您的大便通常是一颗一颗的，像羊大便那样又干又硬，上厕所的时候非常费力，感觉好像通道被堵住了。这通常代表您的肠胃火气太大了，肠道里太干燥了。第二种叫做虚秘，这种便秘在我们年长的族群中特别常见。它的特点是，您其实会有想上厕所的感觉，可是到了厕所却怎么样都排不出来，或是只能排出一点点，总觉得排不干净，肚子还是胀胀重重的。有时候粪便甚至是软的不成形，但就是没有力气把它推出来。这就是典型的气虚，代表您的身体能量不够，气血衰弱，连肠道蠕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了解了这2种便秘，我们再来看大家最关心的膳食纤维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是纤维多吃就对了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膳食纤维也分2种，它们在我们肠道里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。现在，请您把我们的肠道想象成一条正在施工的隧道。第一种纤维叫做非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它就是一台强而有力的推土机，像是竹笋、芹菜、地瓜叶、糙米这些口感比较粗的食物就富含这种纤维。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增加粪便的体积，形成一个结实的土方，然后在隧道里浩浩荡荡地往前推进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这条隧道里面干燥无比，崎岖不平，那这台推土机再怎么有力，是不是也只会卡在半路，动弹不得，甚至还可能刮伤隧道的墙壁，让您更不舒服。所以我们需要第2种纤维，叫做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它就是我们隧道工程里最重要的润滑油，像是海带、木耳、秋葵、香蕉、苹果这些吃起来滑滑的、黏黏的食物就属于这一类。它会在我们的肠道里吸收水分，变成像凝胶一样的物质，
把整个隧道都变得湿润滑顺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推土机才能顺顺利利地载着废物一路畅行无阻地抵达出口。这样您明白了吗？推土机和润滑油两者缺一不可，光有体积没有润滑会堵住，光有润滑没有足够的体积可以推动，效果也有限。这就是为什么您需要均衡摄取这两种纤维，而不是盲目的只吃某一种。了解了这个推土机与润滑油的原理之后，我们就能想通为什么有些您以为很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其实正在偷偷地伤害您，让您的便秘问题雪上加霜。第一个误区，狂吃生菜沙拉。很多朋友，尤其是爱美的女性，觉得吃生菜沙拉很健康，热量又低。但是您要知道，我们大部分人的体质，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，脾胃功能会比较虚弱。这些生冷的食物一进到肚子里，就像把一块冰块直接丢进温暖的引擎里，会让我们的脾胃功能瞬间降温，整个运作都变慢了。肠胃一受寒，它就更不想动了。这在中医叫做寒凝气滞。而且您别看那一大碗生菜沙拉体积很蓬松，好像吃了很多，但实际上它里面的纤维总量可能还不如一小盘烫地瓜叶来得多。所以如果您是属于气虚、脾胃虚寒的体质，吃越多生菜，可能只会让您的肠道越冷感，便秘当然不会好。第二个误区，天天喝蔬果汁，尤其是加冰块的。很多人想说，我没时间吃水果，那就打成汁来喝，方便又快速。这个想法隐藏着两个陷阱。第一是糖分，您知道吗？一杯500cc 的柳橙汁，可能需要用到5-6颗柳橙才能榨成。您一次吃5颗柳橙，可能会觉得很撑，但喝一杯果汁却轻轻松松。这些果糖在短时间内大量进入体内，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，对健康是很大的负担。第二，也是更关键的，就是温度。很多人喝蔬果汁喜欢加冰块，觉得清凉好喝，这简直是灾难。您想象一下，您的肠胃就像一块温热的毛巾，充满弹性的在工作。现在您突然灌下一大杯冰凉的果汁，这块毛巾会怎么样？它会立刻被冻住，整个僵硬收缩起来，完全不想工作了。原本就虚弱的肠道更是动都懒得动。所以如果您有便秘困扰，请务必戒掉喝冰饮的习惯，给您的肠胃一个温暖的工作环境。讲了这么多不能做的，那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佳琪今天就为大家带来2个压箱宝，一个是立竿见影的治标方法，一个是从根本调理的治本良方。这2个方法搭配起来效果非常好。我们先来讲这个可以马上动手做的，这是一个神奇的穴位，叫做承山穴。它是我们中医里治疗便秘和痔疮的一个特效穴，非常灵验。这个穴位在哪里呢？很简单，您现在就可以站起来跟着我一起找。您轻轻地把脚尖垫起来，这时候您会感觉到小腿肚的肌肉，也就是腓肠肌会绷紧，并且浮现出一个人字形的纹路。就在这个人字形纹路的顶端凹陷下去的地方，就是承山穴了。您用手指按下去，会感觉到一股明显的酸胀感，那就对了。找到之后，您可以用您的拇指对这个穴位进行按压，力道要适中，以您能感觉到酸胀但又能承受为原则。可以一边按一边轻轻的揉动，一边按个几秒钟再放松一下，2只脚轮流按，大概按个5到10分钟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您可以在看电视的时候、睡觉前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它能够非常有效地刺激我们下半身的经络，活化气血，进而促进肠道的蠕动。
讲完了治标的穴位，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治本的，专门为我们气血虚弱的长辈所设计的何首乌通便抗老茶。如果您是属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虚秘，也就是有便意但排不干净，感觉身体无力、精神不济，那这道茶饮就非常适合您。材料非常简单，您到中药房都可以买到，只需要何首乌5公克，原参也就是玄参5公克，还有麦门冬5公克。这3味药材的搭配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，煮法也很方便。请您准备一个陶瓷锅或是玻璃锅，切记千万不可使用铁锅或铝锅，因为何首乌忌铁气。把这3样药材稍微清洗一下，放进锅里，加入大约700毫升的清水，用大火煮开之后，转成小火，再继续煮30分钟就可以关火了。放温之后，当成1天的茶饮来喝。为什么这杯茶这么厉害呢？因为它不只是通便，它是在帮我们的身体打底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它主要有4大功效。第一，当然是帮助排便，但它跟外面的泻药完全不同。何首乌、原参、麦门冬都是属于滋阴润燥的药材，它不是用泻的方式强迫肠道蠕动，而是像在帮干燥的机器零件上油，让肠道恢复它自己原本该有的润滑和动力，所以它非常温和，不会造成依赖。第二是补肾，在中医理论中，肾为先天之本，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根源。肾气足，人的骨骼才会强健，精神才会好，整个身体的机能才能正常运转。何首乌就是一味非常好的补肾药材。第三是延年益寿，这其实是补肾之后的自然结果。您想想看，我们身体这个最根本的引擎肾都保养得好好的，充满能量，那整个人是不是就能维持在一个比较年轻有活力的状态，自然就能健康长寿。第四，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功效，就是乌黑头发。中医有句话叫做肾之华在发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头发的光泽、颜色其实是肾气是否充足的一个外在表现。当我们把肾气补足了，等于是从根源上滋养了我们的发根，头发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强韧、乌黑有光泽。所以您看，这杯茶它不单单是为了解决您上厕所的困扰，它是在为我们上了年纪的身体补充最根本的元气和精血。这是一份送给自己或是送给家中长辈都非常好的健康礼物。您可能会怀疑，佳琪老师，一个穴位一杯茶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我跟您说，真的有。前阵子就有一位一直收看我们影片的粉丝朋友，非常开心地跟我分享他的亲身经历。他说他因为有点痔疮的困扰，上厕所很不舒服，看到我介绍陈山雪，就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在睡前按了起。他跟我说，佳琪老师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才按了差不多10几分钟，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的叫，感觉有动静了。后来去厕所，真的是他用了大丰收3个字来形容，还开玩笑说感觉有排不完的黄金，整个过程无比顺畅。上完厕所之后，他觉得整个人都轻盈了起来，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是好久都没有过的体验了。看到这位朋友的分享，我真的非常替他开心。这也证明了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真的是有用的。只要我们用对方法，身体就会给我们最直接、最好的回馈。除了我们今天介绍的穴位跟茶饮，在日常饮食上，佳琪最后再用快问快答的方式为大家补充几个非常实用的小知识。第一个问题，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便秘？很多人以为1天没上厕所就是便秘，其实医学上的定义比较宽松，从1天3次到3天1次都还在正常范围内。但是佳琪要提醒您，更重要的指标是排便的品质。如果您每次上厕所都要花超过10分钟，需要挤到满脸通红，或者上完还是觉得没上干净，
那就代表您的排便功能已经出现困难了，需要开始调整了。第二个问题，市面上优格这么多，要怎么选？优格是补充益生菌的好来源，但一定要选对。原则非常简单，成分越单纯越好。您拿起产品，翻到后面的成分表看一下，最好只有鲜奶和益生菌这2样。如果看到上面写了一长串，有加糖、有加水、有加各种胶类，让它口感变粘稠的，那种就尽量少吃，因为您吃下去的可能糖分比好菌还多。第3个问题，除了这些，还有没有特别推荐的通便食物？有的，佳琪特别推荐2样水果。第一样是柚子，现在也快到柚子的产季了。柚子富含果胶，这是一种水溶性纤维，能帮助我们的粪便变得柔软湿润。第二样是加州莓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枣干。加州莓里面含有一种叫做山梨醇的成分，它是一种天然的、非常温和的清泻剂，能帮助肠道蠕动，效果非常好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关于便秘的知识，从它的危害、中医的分类、饮食的误区，到最后的穴位、茶饮和食物推荐，希望对您有实质的帮助。您是不是也有自己独特的通便小妙招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，大家一起学起来，帮助更多人摆脱烦恼。如果觉得佳琪今天分享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也请您一定要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，并分享给所有您关心的亲朋好友。您知道，这样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，要好好把握，才不会错过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